日本演习从冲绳撤离12万人，为干涉台海预设战场，这是否在下一盘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先少。近年来，关于日本可能武力介入台海事务的猜测有很多，包括日本要将其防务预算增加到 GDP 的2%，将发展射程1000公里的1·2式巡航导弹等等。但是，关于日本会如何武力干涉台海事务，可能还存在着争议。一是日本只为美军介入台海冲突提供后勤支持和基地保卫工作；二是日本可能会利用引进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和1·2式巡航导弹先发制人的打击中国的军事目标；三是日本利用从台湾地区撤侨的方式干扰解放军的对台军事行动；第四，日本自卫队赌国运，在美军不介入的情况下直接下场干涉解放军的武统行动。其实这些可能性虽然都存在，但是对日本来说都不是最理想的。我们反而可以通过日本政府最近组织的一次撤离平民的演习，发现日本干涉台海事务的规划。最近，日本将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竹富岛、与那国岛以及多良间村列入战事高危区，将在当地组织撤走至少12万人。读卖新闻援引内部消息称，日本政府联合冲绳县政府首次举行了以疏散冲绳居民为目标的地图撤离演习。该演习假设中国大陆、攻台和美国插手，冲绳势必会卷入战事。日本政府根据国民保护法撤离冲绳居民，其政府将出动飞机和渡轮，以多管道疏散的方式将12万人疏散到九州。这次模拟演习预计每天能够确保最多22000人迅速转移，完成整个撤离工作至少需要6天时间。模拟演习的参与者包括日本政府的内阁秘书处、国土交通部、陆海空自卫队、冲绳地方防灾部门等40多名官员，各部门之间以视频的方式进行沟通。在中国大陆继续推动和平统一的当下，日本人已经为两岸开战做准备了。如果你认为日本政府多此一举，那就大错特错了。首先，日本在向中国和美国表达自己不惜一战的决心。向中国表达决心是为了威慑，也就是让中国不要完成统一；向美国表的是忠心，也就是日本为美军干涉台海冲突做好了心理准备，愿意让冲绳承受更大的代价。其次，日本此举等于明确地将冲绳变成战场。从冲绳列岛撤离民众可能与美军参战有关，也可能是日本自卫队参战的前奏。由于冲绳列岛距离台湾地区非常近，在岛链上部署有各类远程导弹，以图封锁解放军前出西太平洋的水道。这些导弹甚至能够攻击解放军在台海登陆时的舰船，威胁非常大。将冲绳变成战场，日本人还想通过让冲绳毁灭的方式吸引解放军的火力，避免日本4大岛之一的九州成为被攻击的对象。第三，利用堡垒化的冲绳牵制解放军的对台军事行动，逼迫解放军两线作战。解放军要登陆台湾岛，原本集中精力是比较好的，现在日本故意让冲绳列岛堡垒化，逼着解放军同时将打击目标转向冲绳，浪费解放军的弹药，牵制解放军的作战力量，这样就能够帮助台独势力缓解压力。第四，此举还在为协助撤离台独分子做预演。日本一直有一个从台湾岛上撤侨的计划，利用撤侨的机会先帮助台独分子逃到冲绳，然后再撤到日本本土，建立流亡政府，从而为中国统一之后进行分裂活动打基础。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要演练从冲绳列岛撤离12万人口？在现代战争中，由于精确制导武器的大量使用，实际撤离的人数仅限于距离美军基地比较近的人口，怎么算都不可能达到12万人。总体而言，日本人无事生非，在台海关系最近趋于缓和的情况下，
搞的冲绳大撤离演习，就是为将来武力介入台海事务做预演，可以说是在下一盘大棋，想要为干涉台海事务预设战场，恐怕非但达不成目标，反而有可能被解放军捎带着打残，因为我们不差那么点弹药，而一旦冲绳列岛参与干涉台海事务的战争，那么日本全境的军事基地都是解放军的打击目标，这一点可以说毫无疑问。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